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牛啊。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重新测评一下 ACT， 回到这个带着我账号起来的系列。仔细想了一下，1、2年前做 ACT 视频的时候，真的很快乐。比较可惜的是，当时做视频的水平比较感人啊。大家好，我老牛啊。哎呦，我操，你吼这么大声干什么？所以我想在各位的这个暑假重新讲一些 ACT 系列的产品。第一期我打算就从盖亚开始，我会从不同方向切入，讲一些之前没有讲到的东西。另外就是真骨雕盖亚现在这么贵 ，ACT 能不能作为一个平替呢？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我们看到这款14年前的老东西，目前它的市场价是在200块钱左右，只有真骨雕的1半不到。但是内容物这块还是非常多的，这点过一会儿我们细说。我们首先看到这款 ACT 盖亚奥特曼的主体，每次提到 ACT 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体型。ACT 系列所追寻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理想化的、非常极致的人体肌肉线条，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它作为一款玩具来说的话，它压根儿不还原剧中，甚至于说你拿它摆一些剧中的 pose， 那它也会看起来很怪异，感觉完全不是一个画风的产物。但如果说你顺应它的这种感觉，去做一些比较夸张的战斗 pose， 比较大张力的战斗 pose， 它这个身材就会很适合看着非常舒服。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ACT 很少会在官图上摆一些比较招牌的姿势的原因。而且我觉得 ACT 的这个体型真的很适合顶个胯。虽然会给人一种稍微有点油油的感觉，但是你别说啊，其实还是挺帅的。这个 ACT 盖亚它有个问题，那就是它是 2.0 系列早期的产品，它的个子真的很矮，会比后面发售的 ACT 要矮上半个头左右，整体只会比真骨雕要高那么一个头皮左右的高度。既然身高是差不多的，我们也可以来对比一下这两款相差了12年的产品，你会更喜欢哪一款的一个外观表现呢？另外之前我们说过，这个 ACT 盖亚呢，它在2018年是有一个天猫限定的版本的，这算是一个中国特供的版本。当时 ACT 系列都死几年了硬是给它又再版一下。这个天猫限定版本的盖亚呢，和这个通贩版本盖亚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样的，相同的模具，相同的配件，像是有的地方可能颜色会有一点点细微的变化，但总的来说，当它是一次正常的再版就可以了。只不过它的品控会更加差一点，就比如说这个肩胛的飞边，这左右并不是很对称的头雕。但是说实话，出版因为年代更早，可能会出现一些出油以及说漆面氧化发灰的情况，所以说这哥俩本质是卧龙凤雏，哪个更便宜买哪款就行了。但是这款翻模的 ACT 盖亚奥特曼是真的不要买，这玩意儿也是之前欧布安耀厂货以及扎拉布星人厂货那一家做出来的，因为盗取了正版的图纸，所以说它也堂而皇之的把正版的 logo 也印在上面了，仅从包装盒根本无法分清正版和翻模。但是如果你真的上手一玩就露馅了，这翻模说到底就是盗版嘛，所以说它压根儿是没有质检的，即便拥有正版的模具，它也和正版相距甚远。没错，右边这个长颈鹿就是这回的翻模，这大老远一看就能看出来，它把脖子做的太长了，胸甲做的太瘪了当然你凑近看问题更多，这脸整个都走形了，左脸干瘦，右脸囊肿，有的地方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色差，好吧，这些还算是小问题吧。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玩一玩它，就它这个手感，你们听一听。然后我们再讲一下辨认正版和翻模的方法吧，毕竟谁也不想花正版的钱买到翻模吧，就看它这个腹部刻线就可以了。有的时候隔着透明开窗也能看清，这种刻线比较深的就是翻模，正版腹部的刻线是非常浅的，基本上看不太出来。我就是按照这个方法来挑选盖亚 ACT 的。这款的内容物总共是有这么多。我们首先看到这个非常惹人注目的这个光子冰刀啊，当年的万代还是非常大方的，这玩意儿是带着整颗头雕进行替换的，就是它这个安装体验真的巨折磨，这上面全是刺，你把它的头往下按的时候真的很疼很疼。不过装上以后呢，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棒的。我认为这个特效键还是很能代表 ACT 这个系列的，就是要这种爆发感很强、张力十足的感觉。然后里面还给了这么一个量子流线的特效键，整体依然是一个爆发感很强的造型，但是可能因为成本的原因，所以说它做的非常短啊。再加上 ACT 盖亚的可动性是没办法很好的还原这个量子流线的姿势的，所以这个配件还是稍微有点鸡肋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我最好的伙伴，这个就是出版盖亚发售的时候所附赠的一个特点。理论上来说，它也是盖亚 V2 的配件，但是它真的太好用了。整体它是这么一个爆炸的效果，上面还有一些碎石的刻画。它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还原盖亚的那个满分落地的嘛但是它真的太万能了，给谁都能用。就比如说，嘣，老子登场了，嘣，版本地雷，嘣，波从中间炸开了，嘣，盖亚至高9连摔，嘣，我也不知道说啥。所以我的视频里经常会用到这个特效键，真的很好用。然后这款距今10多年前的产品里面还给了一个透光脑袋就是现在假面骑士真骨雕里面经常会给的透光头，思路是一样的。只不过当年这玩意儿
是被放弃了的。ACT 整条产品线也没几款有这个透光脑袋，因为它的效果实在是太差了。后面有掏出一个可以照亮的区域，你把光源对准它的后面，哎，它这个眼睛就亮了，怎么样？这个效果是不是还可以啊？它真的会有一种发光的感觉。哎，这样子看的话，这个设计还可以啊，为什么会被抛弃呢？答案就是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真的是太局限了。你要把灯紧紧贴着它的后脑勺，只要稍微拿远一点点，它的这个眼睛就会像死了一样。不管你的灯有多亮，只要不是贴着后脑勺，它就是眼睛会很暗，那这就很鸡肋了。谁玩玩具会每天拿着手电筒在后面照啊 ？OK， 那么这期 ACT 盖亚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这算是一期特别篇吧。后续的更新还是以完全测评为主。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可以多多一键3连。如果数据好的话，后续还是会多做一些 ACT 的重置项视频的。我老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